为什么没有嗨？我在等你嗨啊！嗨，嗨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的影片好有趣。什么是老灵魂？什么是流浪者？老灵魂，老灵魂，老的意思不就是年纪大的意思吗？不是年纪大的灵魂。这个年纪就不是指这一辈子活着的年纪，就是指我们如果把灵魂形容成从宇宙一切万有分出来，那刚分出来就是新生的灵魂嘛，就是像婴儿灵魂，然后就一直活，然后每一世一直转世，然后投胎，然后学习它进化的功课，然后进化到一个它有点像一个时钟的一个圆圈这样子。那从0度开始，然后就一直跑5分、10分、15分，然后到了30分，然后一直往回走，走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，就回家了，开悟了，回家了，那就回到了原点。那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一个圆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应该是说走到了40几分、45分、40分以后，其实都是老灵魂，就是他已经到了，他走过了生命。走到钟摆最下面的这时候，就是他创造力最强，然后对啊，去追求目标啊，完成一些很大的事业的一个过程。像这个世界的谁啊？像这个世界的谁？一些伟大的企业家都是，就是那些富比士、百大富豪榜什么的那些人物。那蜥蜴人呢？蜥蜴人也是啊，他进化到这样的一个，他也是那个他也是那个阶段。那嗯从钟摆的下面开始往回走，他就开始从很物质、追求目标的这种欲望，开始往心灵、内心探讨，然后往内走，往内再去走，越来越深入，然后达到了意识的尽头，然后回到了原点。那这样一个最后一半的过程呢，走到差不多40分以后这个阶段，然后到完成的阶段，这一段都叫称为老灵魂了。哦，那我们几分呢？我们在钟摆的几分？我们在50几分了吧？50几？要这么精确吗？就55分。55。但是我们还在玩啊，我们很玩呢。我们就把它卡在那个55分那边，这样。就找个东西把那钟卡住，让那个针不要再动，这样。可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欲望，还是要玩啊什么的。不对啊，那是玩，不是欲望。那是欲望，玩不是争取权利，然后赚取金钱，然后崇拜物质，然后掌控一切，不是这种啊，那纯粹只是娱乐而已。金钱是为了让我们娱乐的工具，我们重点是娱乐，并不是那个金钱啊。你不是想要统治世界，然后想要干什么？没有这种欲望啊。就是差别是在于说，在30分的人，他可能是很追求他的地位，他追求他的目标啊，统治啊，控制啊。那他们彰显他的自我啊，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可能老灵魂啊，要快回到源头的灵魂啊，都不会有钱啊，就没有欲望，所以不会有钱，不会有房，不会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误导啊，以至于很多很灵性的人，然后都很穷，就以为说有灵性就是跟金钱扯上关系，就好像很罪恶，好像有什么错误一样，就好像很欲望一样。这个是完全是信念上的一个误导，这个就是这个误导就是为了要控制灵性的人，让他不要再发展了。我为了不要那么穷啊，所以我认为金钱跟灵性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活得很不快乐，很穷，所以我先把灵性先放着，然后先追求金钱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控制手段啊，就是让灵性的人不要再发展灵性了。对啊，然后有一句话就是心过不斗叫过虎咒。对啊，这句话是这样来的，先要顾好肚子，然后才顾佛祖这样。对啊，谁说很有灵性就不能有钱？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做自己快乐的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它跟什么控制欲、追求欲，然后彰显自我欲望都没有关系啊。所以钱只是一个工具啊，它就有点像，它就有点像洗发精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像牙膏、像牙刷，它就是一个工具。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。你使用工具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啊。那你使用工具目的是什么？是愉快的玩乐，还是你想要达成什么？对啊，就像刀子是一个工具，你拿来切西瓜、切水果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。但是你拿来杀人，它就是一个凶器。对啊。金钱一样啊，你拿来娱乐，拿来做，甚至你可以做很多灵性的事情，你甚至可以办灵性的学校，你甚至可以去贡献世界，然后照顾弱势的族群。金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工具。你为什么不把钱做很灵性的事情呢？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它就是一个工具嘛，就像刀子一样，你可以切水果，切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拿来杀人呢？那所以在富比士排名10之内，不一定是30分，可能他40几分、50几分了。
只是这种例子非常的少了，非常少。你可以拥有很多的金钱，但是你变成富比士排行榜前面，它会有一些条件嘛，就是那些条件是按照你目前企业的资产啊，然后你的什么个人，什么这些在企业的持股量啊，什么这些东西来做比例。那其实很多企业它是大部分的企业它都是会以赚取金钱为目的，然后并购人家的公司等等，其实会有一些不是那么灵性的角度在那些里面，所以灵性而有钱人其实非常多，但是看不到而已，就不太会表现在外那么进入排行榜。想玩他也可能会进入排行榜，但是只是目前这种例子很少了。那通常会不会可能在45分、50几分的都不会想要玩啊，就很平静、很宁静？玩的东西不一样嘛，就比较宁静的。那会想要玩物质的吗？玩当一个角色啊，什么，例如说厨师啊，玩我要当有钱人啊，老灵魂会这样想吗？老灵魂不会去追求目标，这是一个很基本，就是追逐目标，追逐物质世界的目标，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钟摆的下面的这个区块。那我们有钱，那我们有房，那我们有车，我们跟这个没关系啊。那不就是代表我们不是追逐目标？当然不是啊，不是追逐目标跟这个毫无关系。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去拥有欣赏美好事物的眼光。那老灵魂更是具有欣赏美好事物的能力。因为他已经从事物的表象走到一些更细致、更细微的部分，所以他们更能欣赏这个世界美好的事物。欣赏美好的事物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就像听一首美好的音乐，欣赏一个制作的非常精美的艺术。那这些是一个很心灵的东西啊，它跟物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但是很细微、很精致，然后很美好的事物，它如果需要用比较多的金钱才能获取，那就是你是为了欣赏那个事物，你不是因为去彰显的自我说，我是富豪，所以我买一个5000万的古董，然后我去彰显自我。你放在家里面，然后你看我很有钱吧，我连这个什么谁的古董都拥有。你不是去彰显你的自我啊，你是去欣赏它的美好。你拥有它只是欣赏它的美好，这个层次完全是不同的。就通常越老的灵魂越有品味，那个品味是对一个物质的欣赏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已经就是欣赏，可以欣赏到事物很细微的部分，因为你都看过了，你能够越看到事物细微的美好。就是所以说有钱人他不一定就是很欲望哦，你有钱你就是欲望，有钱人就是很邪恶、很该死什么什么的。有些人会想的比较夸张，有钱人就是都很贪婪啊什么，其实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。对啊，有很多，这是一个框架哦。这是一个框架。有些有钱的人，他也会去欣赏古典音乐啊什么，然后他会去欣赏，他也会到处去旅行，然后欣赏世界美好的事物。这些完全不是去彰显他的自我，而是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，那个是完全不同的。那应该就是因为他懂得欣赏美好，所以他才有钱的吧？对吧？因为你处在懂得欣赏美好，你会显化出很多美好的回馈给你欣赏。那其中当然就包括金钱的机制，有些东西需要用钱去换得，那你就很自然会有钱，然后你才去换得那些美好的东西给你自己的欣赏。这是一个正向的回馈啊。可能始终在30的阶段的有钱人，他可能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，然后摆在家里，其实不一定是因为他喜欢，而是那个东西很能彰显身份，很能彰显身份，而不是说我很欣赏这个，它很有美感，很有艺术感，我不管它的价钱多少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也跟艺术有关，是不是？跟艺术有关，艺术本来就是很心灵的东西啊。钱只是工具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显化出你要获得什么感受，然后你反映在世界上变成需不需要金钱。你也可能你住在田园乡野里面，你不需要钱，你也可能会反映出这样，但是你也可能反映出你住在田园乡野里面，结果你是买了一栋10亿的别墅。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分别啊，它完全没有分别。你享受那个田园然后美景带来的氛围，那一种你可能搞不好出家当了和尚，然后在一个很美的寺庙里面，然后旁边都是很美好的氛围，然后跟你去买了一栋豪宅，或者盖了一栋别墅，在一个氛围非常美丽的一个地区，两者其实完全一样啊，并没有分别啊。你显化出那个很美好的氛围，提供你自己。对啊。那这个跟钱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，钱只就是一个工具。就像躺在黄金上开悟，跟躺在茅草屋上开悟也没有分别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没有分别啊，完全没有分别。老灵魂是你这个时钟已经从一开始，然后走到快要回去的这一段路，然后叫做老灵魂。但是这个钟摆这个时钟到底有多久？比如说，有的人走完一圈需要
5万世转世5万次之后，然后回到原点。那有的人他的进度可能不一样，可能2000、3000他就走到了终点。其实这个是有不一定的，就不是那么绝对的，就不是说走一圈需要5万辈子，没有这种规定。就是每一个灵魂它进化的或者他想玩的不一样，有的可能留到某一个阶段，然后他一直在那里玩，或者一直卡在某一个观念，没办法去学习到，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一直循环，一直轮回，直到他跳脱了这个观念，超越了这个信念，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所以不一定的，它不一定是多长。那有可能就是我本来在可能40，但是我又下一世又变到30，就退化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它不是固定的。它不是固定的，它有可能是退化，有点像跳恰恰。它是跳跃式的吗？就可能我本来在20变到40。不会，它不会是这么明显的跳跃，它的跳跃可能是从39跳到42。就小小的跳跃，它不会从10然后跳到50，不会有这种跳跃。灵魂进化还是会有一个进程。那我们已经轮回几世了？已经轮回几世？2、3千世了。你有一个准确的？没有准确。为什么？因为连几世都是我们这个当下可以改变的。这样哦。因为我们的灵魂轨迹是按照当下这一个时刻，这个平行宇宙是往回推的一个情形。我轮回过几次，有一些什么轮回，那都是过去的轨迹。我是因为站在这个点，所以有了过去这些轨迹。但是我如果跨越这点，在另外一点的时候，过去整个轨迹可能是不同的。所以，即使我说我现在轮回了2000多世、3000世，我跳到另外一个点，搞不好只轮回500世。连这个都是会变的，都不是固定的。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是不太再去跟别人说我过去怎样，把过去的经历告诉大家，就是尽量能不说就不说，因为大家都不明白，在这个当下过去是可以改变的。那假设说如果我真的说我过去怎么样，跟大家说我过去怎么样，那仅仅只是方便我拿来传达一些讯息的一个工具这样子，它不是固定的。所以如果你们听到说巧巧说他过去怎样，那些过去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，它不是固定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就它可以不存在的。我只是拿一个故事来，借由一个故事来传一些讯息这样，所以不用对巧巧墨子的过去什么什么太认真。但我现在就尽量不会说过去怎样的，除非大家都能明白这件事情。当做玩，当做分享，跟大家说我过去怎样，对啊。基本上老灵魂就是从前面开始走到一半，就是你会从一些很原始无法理解的状态，然后慢慢去了解我们在比较靠物质层面的事情，然后比较往外追求的事情，然后一直到底就是你往外追求的一个最强大的时间了。然后从这个时间再往后面走，就开始往内探索，往心灵探索，从内在去发现庞大的意识的真相，往内走。那往内探索到顶的终点，然后就会发现一切只是意识，然后意识无限庞大。就是一个过程。那我们在55，怎么却又这么爱玩？跟爱玩没有关系啊，就是往内探索，往内往外，内就是外，外就是内，越往内走会发现其实内外并没有分别，那就是一切只是一场游戏，那当然可以进行游戏。就是我连原本物质的世界我都觉得是一场游戏，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。那既然是在游戏场里面，就可以尽情的玩耍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内在的事情。60就是回家。60就是回家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双生火焰吗？通常50级应该就是蓝蓝的吧，很少有。很多就是蓝到底，然后就可以回去了。就是如果你不玩，就很蓝，你就回去了这样。那我们是紫色的。总会有一些人借由跟这个世界的娱乐互动，然后等等，然后去传递出一些讯息。那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。我们就是想把一些讯息分享给大家，这样。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让大家能够掌握那个把舵放在自己的手上，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。那你想要什么，让你自己可以去决定。就我们也是边玩乐边帮助这个地球这样。当你站在钟摆的中间，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什么。如果你不是站在钟摆的中间你就会被那个钟摆拉着摆荡。开悟回家就不是扬升，也不是沉沦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跟这些没关。那我现在还有这个我在，那我们就是选择扬升，也分享告诉大家可以选择扬升。所以当一个例如说30分的灵魂，他没办法就是在这一世就变成40分吗？还是他一定要死后然后轮回？不用啊，
他30分，他也可能这一世就32分、35分，然后40分、45分，然后一直走到结束都有可能啊。可以在这一世就直接。当然啊，对，任何都有可能。只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进程，至于这个进程需要多久，不是固定的。你一辈子把钟摆走完，不过这是很困难的啦。但是已经走到我们能够有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身体，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一世走到完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人类的身体真的是非常好，开悟的一个工具。那如何分辨自己在哪一个阶段？如何分辨自己是哪一个阶段？其实如果自己很喜欢探索心灵，然后探索内在，然后对于灵性很有追求灵性的这种想法的话，都是一个老灵魂。其实看我们节目都是老灵魂，真的，这是一个指标。应该是说喜欢看我们的内容的，其实绝对就是老灵魂。就喜欢看啊。对啊，就可能随便看一下，那应该就不是。随便看一下。就是也没什么，好无聊，没兴趣。就看我们影片，其实对我们影片内容有兴趣的，我们影片内容全部都是老灵魂的内容，所以对我们影片有兴趣的，其实都是老灵魂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有人问我说，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就说，你可以去看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，我们有拍什么影片。然后他就说，目前我只对赚钱啊，什么什么等等有兴趣，这些我没兴趣。那就是那种钟摆下面的，对啊，或者真的对方也是个有钱人呢。其实对什么有兴趣就反映出他是在哪一个阶段，就是这么讲。像有些人，你不管再怎么告诉他、怎么分享、怎么跟他讲，他都完全不会有兴趣。对啊，就是他走到这个阶段，他对这些不会有兴趣，他只会对金钱啊、欲望啊这些有兴趣，对啊，不会对灵性的讯息有兴趣。这就很好分辨。